有些人只是跟你聊几句，就好像把你看透了。你还在想，我们不是才刚认识吗？但对方已经知道你是什么性格，好不好说话，能不能被利用。这不是因为你笨，而是你太好回答。在人际关系的深水区里，很多人都有一个致命的误解，他们以为真诚就是不加筛选的分享自己的所有资讯，认为坦率就是有问必答。你是不是也曾经历过这样的场景？在公司茶水间，同事随口问了一句，听说你最近在看房，预算多少啊？你毫无防备的报了个数字。隔天，全办公室都知道你存了多少钱，甚至有人开始酸溜溜的说你深藏不露。当你对所有问题都正面回应时，你其实是在亲手把自己的防御工事拆掉。在现实社会里，过度真诚等于没有防备，别人问你什么，你就答什么，别人试探你，你就说的越来越多。你以为这是聊天，但在对方眼里，这叫收集情报。你的收入、你的压力、你的家庭状况、你的底线，慢慢被拼凑出来。等你回过神来，你已经变成一张透明的地图。先来说一个虚构故事。阿哲在一家外贸公司上班，是一个很典型的好人，专业能力很强，但人际关系总让他觉得很累。有一天，同事嘉阳随口问他，你最近是不是很闲啊？阿哲笑着说，对啊，最近案子比较少。几天后，主管开始把别人的工作一件一件丢到他手上。同事阿豪问他，你今年绩效奖金多少啊？他也没多想，就直接说了。没多久，办公室开始出现各种声音，有人在私下比较，甚至开始对他有意见。有一次公司聚餐，部门里最爱搬弄是非的嘉阳，端着酒杯坐到阿哲身边，装作关心的问，阿哲，听说上次那个大案子没成，是因为主管没把资源给你，你心里挺委屈的吧？阿哲心里确实委屈，觉得终于有人理解自己了，于是点点头，实话实说，是啊，我也觉得主管偏心，把好客户都给了小李。结果呢，不到1个小时，这句话就传到了主管耳朵里。主管没去怪嘉阳挑拨离间，反而开始觉得阿哲心存不满，不服管理。从那之后，阿哲被彻底边缘化。阿哲错在哪？他错在把试探当成了交流。嘉阳的问题从来不是关心，而是在收集资讯，累积筹码。在社交战场上，信息就是筹码。当你把自己的底牌全部摊在桌上，你就很容易变成那个最好拿捏的人。真正成熟的人说话从来不追求讲透，而是追求讲得刚刚好，因为他们很清楚一件事，如果你不能掌控信息的流向，你就会被信息反噬。真正厉害的人从来不全说，你可以观察那些真正有分量的人，他们聊天有一个共同特点，不急着回答，不直接给结论，不把话说满。不是他们不真诚，而是他们懂一件事，资讯是一种资源，说出去就收不回来。答非所问，真正的意思是什么？很多人误会，觉得这就是敷衍、打哈哈，甚至虚伪，但其实不是。真正的核心是选择性表达，不是不回答，而是只回答你愿意给的部分。你开始主导资讯，而不是被抽走。4种实战技巧。1. 转移焦点，从问你变成聊趋势。被问买房预算，可以回说，现在房价变动真的很快，我反而再多看几个区域，先懂市场比较重要。你最近有在关注哪一区吗？被问存款多少，可以回说，现在理财方式很多，我比较在调整配置，让钱运作起来。你平常是偏投资还是存比较多？这回复重点，从你变成大家，从数字变成趋势。2. 反向提问，把求优雅丢回去。被问同事谁表现不好，可以回说，你跟大家接触都蛮多的，你觉得目前团队哪一块最需要调整？被问你觉得新来的主管这个人怎么样，是不是有点严苛？可以回说，看来你对主管的风格很有观察哦。
你之前在其他公司也有遇过这种类型的主管吗？你觉得哪种风格比较觉得不严苛？这回复重点，不表态不得罪人，让对方先暴露立场。3. 模糊表达给感觉，但不给细节。被问加薪多少，可以回说有稍微调整了，至少比去年好一点。被问是不是要离职，可以回说最近确实再多看看不同可能性，但还在评估中。这回复重点，听起来有回，但其实什么都没说。4. 先共情再转移，高情商拒绝。被借钱可以回说，我懂你现在一定很急，我也很希望能帮上忙，但我这边资金其实都有安排了，可能没办法动用，不过可以帮你一起想其他方法。被情绪抱怨绑住，可以回说，我懂你现在真的很烦，这种状况谁遇到都会有情绪，不过你现在最想先解决的是哪一块？这回复重点，不直接拒绝不伤关系，不答应保护自己。为什么你会做不到？因为你内心有2个误区。误区1，怕别人觉得你不好相处，其实没有边界才会被看清。误区2，觉得不回答就是不礼貌，其实过度回答才是对自己的不尊重。高手的3个底层习惯。1. 延迟反应，不要秒回，哪怕停1秒，你就多了思考空间。2. 信息分级，你要很清楚，可以说的兴趣学习，模糊说的工作状态，不能说的收入、底线、弱点。3. 话题控制，高手聊天都在做一件事，把话题导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，不是回答问题，而是设计对话。社交不是谁比较真，而是谁比较清醒，不是谁说的多，而是谁掌握的多。答非所问，不是为了欺骗世界，而是为了给自己留一块缓冲区。这道缓冲区能让你面对试探时不失礼貌，面对恶意时不显软弱，面对越界时能优雅的守住底线，是一种不让自己被看透的能力，不让自己被消耗的智慧。当你开始不再有问必答，当你开始懂得保留，你会发现你不再被试探，不再被利用，也不再被轻视，你变得难以看透，却更有分量。这不是变冷漠，这是你开始懂得保护自己，从一个容易被拿捏的人，走向一个能掌控局面的人。如果这支影片有让你有收获，请在留言区打上答非所问，提醒要保护自己这一步很关键。